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龙虾安装教学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就能有一个自己的 AI 小帮手，帮你查资料、整理笔记、处理日常大小事，不需要程式基础，跟着影片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完成。你可能用过 ChatGPT， 最基本就是一问一答，你问他答，对话结束就没有了。但现在的 AI 不只会聊天，你给他一个目标，他自己想办法完成。甚至熟悉你之后，不用你开口就帮你处理好了。这就是 AI Agent。那 AI Agent 是怎么做到的？它可以自己用电脑开浏览器、发讯息、整理档案。它会想办法拆解任务，不是只回复一段文字给你。而且它有记忆，越用越懂你的习惯，还能安装新技能，跟手机安装 App 的概念类似。龙虾，英文叫 OpenClaw， 是目前广受欢迎的开源 AI Agent，GitHub 上超过30万颗星。你可以装在 Line 或 Telegram 里面，随时帮你做事。技能平台有上万种免费扩充功能，而且程式码完全公开。不过安装之前，有几件是需要先了解。首先是稳定性，龙虾在处理比较复杂的任务时，有时候会出现问题，像是忘记你讲过的话，重复做同一件事，严重的话可能误删档案。再来是学习成本，它并不是装好就什么都会了，你需要花时间学习怎么跟它配合。资安方面，技能平台以前有过恶意程式，安装之前建议先确认开发者资讯跟安全扫描结果。费用方面，如果选择按量计费而不是订阅制，每月账单可能超出预期。另外 Anthropic 最近推出了一个叫 Claude Channels 的服务，也可以在通讯软体里跟 AI 对话，有人称它为龙虾终结者。不过它只能用 Claude 一种 AI。龙虾的好处是可以接个加 AI， 而且是开源的，不被绑在任何一家公司。如果你不想自己加伺服器，直接订阅 Claude 或 ChatGPT 就很够用了。但如果你想要一个跑在云端，可以接个加 AI， 而且是开源的 Agent， 那就跟着这支影片一起装龙虾。整个安装分5步，帮龙虾租一台云端伺服器，装 AI 大脑，升起赖账号并取得金钥，把它们串起来，最后教你几个好用的技巧。你需要准备信用卡、信箱、手机跟一台电脑，全部大概1小时，每月大约台币1400多。我们一步一步完成。那我们开始。第一章，帮龙虾租一个家。龙虾需要一台随时开着的电脑才能回你讯息，Saber 就是租这种云端伺服器的地方。把龙虾装在云端而不是自己的电脑上，还有一个好处，万一有安全漏洞，影响范围可以尽可能限缩在伺服器上，不容易波及到你电脑里的个人资料和金融账户。这一章要做6件事：注册账号、绑信用卡、租伺服器、建专案、装龙虾，然后带你认识一下控制面板。先来注册 Saber 账号，建议用 Google 账号登入。打开浏览器，去 Saber 官网，右上角有个登录按钮，点它。选用 Google 账号登录。新用户它会自动帮你注册，不用记密码。登录之后 ，Saber 会寄一封魔法连接到你的信箱，打开信箱点一下那个连接就完成验证了。进入画面后，语言选繁体中文，然后下一步。看到欢迎画面了，直接按下一步。然后要验证手机，点开始验证。国码选+886，填你的手机号码。跳出验证框的话打个勾，然后点发送验证码。收到简讯之后，把验证码填进去，点验证。验证完了，他会邀请你加入 Discord 社群，先跳过。再来是服务条款，看一下没问题就点同意，继续往下。你已经进到 Saber 的主画面了，账号完成了。账号有了，再来绑信用卡，才能租伺服器。左下角有你的账号名称，
点一下会跳出选单。这边就是付款设定页面，等一下在这里绑卡。点新增付款方式，填上你的信用卡卡号。这边只是验证卡片，不会先收钱。看到绿色的成功提示，信用卡就绑好了。信用卡设定好了，来帮龙虾找一台伺服器。回到 Saber 主画面，左边侧边栏有个伺服器，点它。目前没有伺服器，点建立伺服器。选从 Saber 购买。这是月租制的，随时可以取消。确认一下，没问题就继续。到了伺服器规格选择的页面，预设是2核心2GB，我们要调高一点。区域选亚洲 ，CPU 拉到4核心。其实2核心4GB 就能跑，但4和新运作起来会比较稳定。记忆体选8GB， 选好之后下面就会列出各家方案。往下滑看看有哪些，可以点价格那个箭头，从便宜排到贵，比较好找。继续往下滑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选择。这边有 Leno 日本东京，每月24美金。选这个方案，稳定，价格合理。记得不要选择区域位于中国的伺服器，可能会需要备案并遵循中国相关法规，如果不符合资格的话，可能没办法使用。下面会出现确认资讯，规格没问题就按立即购买。进到付款页面了，先不要急着按确认哦，往下看有一个推荐码的框，先填再付款。在推荐码那边打 Featureize Rush 可以获得折扣。绿色提示跑出来了，推荐码套用成功，费用降下来了。现在可以按确认付款。付款成功了，系统正在帮你准备伺服器，等一下。正在准备，大概1-2分钟。卡太久的话，可以点右上角 X 关掉重来。快好了，再等一下。伺服器准备好了，可以继续了。接下来在伺服器上帮龙虾建立一个专案。这是伺服器的资讯页面，左边有各种选项。左边选单里有设定，点进去看看。这边可以改名称、重新启动伺服器等功能。先帮伺服器取个名字，之后比较好认。改好之后点右上角储存设定。看到绿色提示了，名字改好了，继续。然后点左边的专案，目前里面是空的。点建立专案，帮龙虾开一个新专案。建好了，里面还没有东西，等一下会把龙虾装进去。接下来帮专案取个名字，比较好辨认。点左边设定进去，找到名称的框框。把名称改成 OpenClaw， 之后一看就知道这是龙虾的专案。名称打好之后，点一下储存。绿色提示跑出来了，名称改好了，点一下储存。改好了。接着来设定预算，避免花超过预期。点左边预算设定。专属伺服器基本上不需要设定预算，但养成设定预算上限的习惯，可以避免其他按需付费的服务意外超支。目前没有预算，点右上角更新每月预算。打上你想设的金额，超过这个数字系统会通知你。填好之后点更新预算。
预算设定完成了，之后超过这个金额，系统就会提醒你。有了预算设定，费用就不容易超支了。点返回到专案页面。接下来要把龙虾装进去了。点左边建立服务，这里有 GitHub、模板、资料库等选项。选模板。模板是别人已经设定好的配置，可以直接套用。Sabre 上面有上百种模板，你之后甚至可以让龙虾帮你在 Sabre 架设网站、管理 WordPress 发布落格文章、部署 Supabase 资料库，或是用 M8N 建立自动化工作流。在搜寻栏打 OpenClaw， 找到了，选 OpenClaw。这边有几个框框，网址、控制面板、精要，这些维持空白即可。直接点部署，按下去，开始装了。龙虾正在部署中。再跑了，龙虾正在安装中，等它跑完。快好了，再等一下就装完了。看到绿色的运作中了，龙虾装好了，正在跑。接下来帮龙虾设定一个网址，点右边新增网域。这个网址就是之后你打开龙虾网页版的入口。点绑定 Sabre 子网域，输入一个你喜欢的名称，完整网址会是你输入的名称加上点 Sabre 点 app。看到网域可以使用，表示这个名字没被占走。没问题就按确认绑定。成功了，网域绑好了。网域在配置中，等一下就完成了。看到绿色提示就代表完成了。点上面服务状态，回到主画面。确认一下，看到绿色的运作中就表示服务在跑了。然后点旁边的复制按钮，把 Gateway Token 复制起来，等一下会用到。龙虾装好了，带你快速认识一下控制面板。这就是龙虾的主画面，运作状态、Gateway Token、网址都在这里。重新启动按钮，调整完配置之后，按一下让新设定生效。这边显示的是 Gateway Token， 请妥善保管，不要透露给他人。档案可以上传档案到龙虾的工作区。记录是看龙虾运作状况的地方。如果龙虾出了问题，可以把这里的错误讯息贴给 ChatGPT 或龙虾本身，让它尝试修复。指令后面装外挂，配对赖都会用到。环境变数是龙虾存放精要的地方，第4章会在这里填。网络设定，这边是管网域跟连线的，一般不用动。龙虾面板点下去可以打开龙虾的辅助页面。设定条龙虾的各种配置，版本更新也在这边。这是 Sabre 新加的面板，可以直接看龙虾用了哪个 AI 模型，连了哪些频道。试试登录龙虾的网页版。红框那个就是你的网址，点一下打开。这就是登录页面。以后不管你人在哪，用这个网址加上 Gateway Token 就能登入。把刚才复制的 Gateway Token 贴到这个框框里。填好了，点连线按钮。连上了，这就是龙虾的聊天界面。试试跟他说话。输入还是试。出现错误是正常的，因为龙虾还没接上大脑，现在还不会回话。第4章会处理这个部分。对了，如果前面安装过程有卡关的话，
Sabre 的 OpenClaw 模板页面上有疑难排解，常见问题都有整理。到这边，第一章完成了，龙虾的加建好了，你也拿到专属网址了。记住这个网址，你平常在外面使用网页版打开龙虾会需要用到。那接下来第二章要帮龙虾接上一颗大脑。龙虾要接上 AI 才会动，所以先把 ChatGPT 账号准备好，等第4章再教你怎么把大脑装上去。这章2件事：先去 ChatGPT 官网登入，然后你可以订阅 Plus 方案。如果你已经有订阅 ChatGPT 或其他 AI 服务，可以跳过这个部分。打开浏览器，网址输入 chatgpt.com。还没有账号的话，右上角有免费注册，点一下。已经有账号就直接登入。用 Google 登录比较快，不用再记一组密码。选 Google 登录之后会跳到这个页面，选你要用的那个账号。登录了，看到欢迎讯息，右上角的 X 按掉。进到 ChatGPT 主画面了，上面有个取得 Plus 版本，点一下。龙虾要用 ChatGPT 的话，可以订阅 Plus 方案。要订的话就把信用卡号填好，国家选台湾，填写你家的邮递区号，然后按订阅。大脑这边完成了，接下来帮龙虾申请一个赖账号。第3章申请赖账号，我们要帮龙虾建一个赖官方账号，让他可以透过赖接收和回复讯息。这章要做的事比较多，但每一步都会带你完成。帮龙虾开赖账号，设定回应功能，拿到2把金钥，最后填进环境变数里重新启动。那先来帮龙虾再赖开一个账号。打开浏览器，去赖官方账号的管理后台，看到线上申请一般账号，点它。这边会跑出一个 QR code， 拿起你的手机，打开赖扫一下就能登录了。进来了，填这个表单建立账号，名称可以自由取名，之后都能改。然后把下面的基本资讯填写完成，把剩下的栏位也填完，页种可以自由选择。都填完了，看一下资料对不对。没问题就按完成。账号开好了，他会问你要不要认证账号，先不用，点稍后进行认证，前往管理画面。然后赖请你同意使用条款。看过内容后按同意，继续下一步。又跳一个条款更新的通知，按了解并继续使用。看到欢迎画面了，表示账号已经能用了。这就是管理主画面。点右上角的设定，点进设定，接下来要调几个东西。账号开好了，再来调整一下回应设定。左边侧边栏有个回应设定，点一下。这就是回应设定的页面，有几个开关要调。先把聊天功能打开。打开之后，画面会变成这样。把欢迎讯息关掉。都改好了，确认一下画面上的设定跟影片一样。好，继续。接下来这一步蛮重要的，我们要打开一个功能，让龙虾可以收到赖的讯息。打开之后会拿到第1把金钥。页面上找到 Messaging API 那个启用的按钮，就是让龙虾收赖讯息的功能。看到启用按钮了，点一下。
它会叫你建一个服务提供者，这边填什么都可以，你可以填你的名字或 OpenClaw。隐私权政策跟服务条款那2栏不用填，跳过。确认没问题，按启用。启用成功了。找到强 secret， 这就是第1把金钥。按一下复制。复制好了，先贴到记事本存着。等一下会用到，不要搞丢了。第1把金钥拿到了。再来要设定一个转发功能，让赖收到讯息的时候自动转给龙虾，同时拿第2把金钥，也就是龙虾的通行证。先回到 Saber 主画面，把龙虾的网址记下来，等一下要用。接下来要设定一个转发网址，让赖知道讯息要往哪里送。组合方式是 HTTPS 加上你的龙虾网址，后面加上斜线栏斜线 Webhook， 这样赖收到讯息就会自动转给龙虾。照格式组好网址之后，等一下填到赖开发者后台的 Webhook 栏位，然后要去赖的开发者后台，页面下方有个连结，点一下就能过去。如果找不到，也可以直接在浏览器打 developers.蓝.biz。到开发者后台的页面了，这里可以管理你所有的赖应用程式。左边有你建立的服务提供者列表，找到你刚才建的那个服务提供者，点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。里面会看到你的官方账号，点进账号的详情页，上面切到 Messaging API 这个页签，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。往下滑，找我们要的设定。再往下一点，接下来要找2个重要的东西。找到画面上写着 Use Webhook 的开关，这个一定要开，龙虾才收得到赖的讯息。把这个开关打开，变绿色了，代表已经开了。然后继续滑到最底部，看到 Channel Access Token 了吗？中文就是频道存取权杖，这就是龙虾的通行证，第2把金钥。按画面上的 Issue 按钮，让系统帮你产生一组。跑出来了，这一长串就是你的通行证。按旁边的复制图案把通行证复制起来，一样先贴到记事本存着。不要按到旁边的 Reissue 按钮，那个会让旧的通行证失效。2把金钥都到手了，接下来就是把它们填进龙虾的设定里，让龙虾知道怎么跟赖讲话。回到 Saber 龙虾的服务页面，找到环境变数按钮，点一下。这就是环境变数页面，金钥就是存在这里。先看一下龙虾需要哪些环境变数。打开 OpenClaw 的文件页面，上面有写。往下滑就能看到赖频道需要填的名称了，就2个。写得很清楚。名称照画面上打，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填。回到环境变数页面，第1个 key 名称照着画面上打，全部大写，中间用底线连起来。老姨那边把刚才复制的通行证贴上去。确认名称跟值都对了，按新增。第1个存好了，接着换第2个。第2个 key 名称一样照画面上打。value 贴上刚才存在记事本里的强 secret。确认一下值是否正确。第2个也存好了，2把金钥都交给龙虾了。设定改完之后，要重新启动龙虾一次，它才会读到新的设定。先点服务状态，回到主画面。
找到重新启动目前版本，按下去。龙虾在重开中，稍等一下。看到运作中了，重新启动完成。第3章完成了。第4章，把所有东西串起来。前面3章准备好的东西，这章要把它们接在一起，让龙虾真正动起来。这章要做4件事。第一，帮龙虾接上 AI 的大脑，让它会思考。第二，装一个 LIDE 扩充功能，让它听得到你的讯息。第三，帮它换一个可爱的头贴。最后，做配对，让你在 LINE 上直接跟它聊天。做完这4件事，龙虾就真的活起来了。先帮龙虾装大脑。打开 OpenClaw 文件网站，找到 Models 这个页面。这里列了龙虾可以用的个加 AI。你可以把它想成再帮龙虾挑一颗大脑。这次我们选 OpenAI。像我自己更偏好 Anthropic Claude， 不过过去有一段时间，在龙虾使用订阅制的 Claude 可能会被封号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选择其他你喜欢的供应商。这里有2种方式。第一种是使用 API 金钥，但这可能导致我们的花费过高。第二种是直接用你的 ChatGPT 账号登入。这边我们选择第二种。往下滑，找到登录用的指令，就是画面上这一段。把这段指令复制起来，然后回到 Sabre 龙虾的服务页面，点指令那个按钮，进入指令画面，把刚才复制的指令贴上去，按 Enter 送出。画面跑出一串网址，把这串网址复制起来，等一下要贴到浏览器。打开浏览器，把那串网址贴上去。OpenAI 的登录页面出来了。用 Google 账号登录，要选跟你 ChatGPT Plus 同一个账号。这边是在问你要不要用 ChatGPT 的账号使用 Codex， 按允许。授权完之后，浏览器上面那串网址会变得很长，这是正常的。接下来，把浏览器上面那一整串网址全部复制起来，回到 Sabre 的指令画面，贴进去，按 Enter。然后再输入一道指令，告诉龙虾预设用哪个 AI。指令是 OpenClaw Modelset OpenAI Codex GPT 5.4。成功了。龙虾现在有大脑了，它已经可以思考了。点返回按钮，回到主画面。大脑装好了，接下来让龙虾学会用 LINE， 就是帮它装一个 LINE 的扩充功能，装了之后它才听得到你传的讯息。一样打开 OpenClaw 的文件网站，这次找 Channels 这个页面，找到 LINE 的部分。这就是 LINE 扩充功能的安装说明页面。往下滑，找到安装指令。找到了，把这段安装指令复制起来。装了这个扩充功能之后，龙虾就能接收和回复 LINE 的讯息。回到 Sabre， 点指令按钮。画面上显示的就是安装指令的完整内容。在指令栏位中，把刚才复制的指令贴上去。贴上去，按 Enter。再安装了，等它跑完。装好了。LINE 扩充功能安装完成。先回到主画面，然后点重新启动目前版本，让刚装好的扩充功能生效。重新启动之后，如果马上刷新页面，可能会看到错误画面。这是正常的，龙虾还在重新开机，
等1-2分钟再刷新。趁龙虾再重新启动，我们来帮它做一个头贴。打开手机上的 LINE， 在聊天列表里找到你刚才开的那个官方账号。打开聊天视窗，龙虾现在还是预设头贴，我们帮它换一个。回到赖官方账号的管理页面，右上角有个齿轮，点一下，然后点编辑基本档案，找到上传头贴的位置。接下来打开 ChatGPT， 请它帮你画一只龙虾。你可以跟他说，帮我画一只可爱的小龙虾，要当赖头贴用的。ChatGPT 在画了，等一下。画出来了，把图片下载到电脑。下载好了，接着回到赖官方账号的管理页面，把图片上传上去，调整一下大小跟位置。裁好了，点确定上传，确认更换头贴。换好了，龙虾现在有自己的脸了。头贴换好了，接下来最后一步，把龙虾跟你的赖配对起来。回到赖聊天视窗，传一句话给龙虾，例如打个嗨。龙虾会回你一串配对码，这是在确认你是这个账号的主人。回到 Zebra， 打开指令画面，输入配对指令。简单讲就是告诉龙虾核准这个赖用户的配对，后面接上你刚才收到的那串配对码。贴上指令，记得把配对码换成你自己收到的那组，然后按 Enter。配对完成了。回到主画面，回到赖，传一句话给龙虾。龙虾回话了，它可以跟你对话了。顺便看一下，打开龙虾网页版的频道页面，你会看到赖已经变成启用状态了，整个串接都成功了。第4章完成了，龙虾有大脑，能收赖讯息，也有自己的头贴了。接下来最后一章，教你几个让它更好用的技巧。最后一章，龙虾装好了，这边教你怎么喂档案给它，装技能，还有一些好用的工具推荐。龙虾有一个专属的工作区，你可以把档案放进去，让它在对话里面帮你处理。在 Zebra 的档案管理界面，路径是 Home、Node、OpenClaw、Workspace， 直接把档案拖移进去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在赖聊天视窗直接传档案给龙虾，它一样能收到。2种方式都可以。再来跟你说 Claw Hub， 这是龙虾的技能平台，上面全部免费，让龙虾装了就能用。什么是技能呢？就是龙虾的外挂，每装一个，龙虾就多会一样本事。安装方式很简单，在 Claw Hub 上看到想用的，复制连结，贴到赖对话里，且龙虾安装，它就会自动处理。像这样，复制技能的网址，贴到聊天视窗，再打一句帮我安装这个技能送出去，龙虾就会自动装好。不过装之前，有件事要注意一下。技能页面上会有安全扫描结果，看到绿色的安全标示，就表示这个技能通过检测了。这边提醒一下，如果某个技能跟你要账号密码，先想一下你信不信任它。建议优先从 Claw Hub 装，上面都有自动扫描过。不过通过扫描也不是100%保证安全，装之前花1分钟看看说明。技能讲完了，接下来推荐几个搭配龙虾很好用的工具，按用途帮你分好了。先讲文字和声音相关的，想让龙虾写出来的东西更像真人讲话，可以试试 Humanize 这个技能。语音转文字有 Whisper 可以用
文字转语音的话 ，VibeVoice 蛮好用的。影片相关的话，有工具可以下载影片、抓字幕，甚至用程式码自动做影片。不过下载影片的工具在云端伺服器会被挡，如果你是在本地电脑安装龙虾的话，可以试试。如果想让龙虾帮你自动操作网页，有扩充功能可以让它控制浏览器，像是自动填表单、截取网页资料。如果你有在写程式，也有工具可以让龙虾帮你管程式码，查最新版的技术文件。最后是让龙虾做事更聪明的工具，有的会让它先想清楚再动手，有的帮它把大任务拆成小步骤。想让龙虾设计网页或做图表，也有对应的扩充功能。对了，推荐几个学习资源。Nixly 的 Agentic Workflows 课程大概6小时，非常推荐看一下。0ECO 的频道有很多 AI 编程教学。李宏毅教授的频道有完整的 AI 与机器学习课程。Papaya 电脑教室也有很多实用的教学影片。影片描述栏有放连结。如今以 AI Agent 为框架的专案越来越多，像是 Paperclip、OpenAlice 等等。如果有推荐的专案，也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。再带你看一下龙虾的管理设定，知道东西在哪里。在 Sabre 龙虾的服务页面，点一下设定。这就是设定页面，龙虾的各种配置都在这里设定。这边可以更新龙虾的版本。找到容器印象区块，把版本号改成你要的版本，点储存。系统会跳出确认视窗，点仍然继续。储存之后 ，Sabre 会自动重新启动服务。等它重新启动完成后，回到服务状态页面复制 Gateway Token， 然后到龙虾的网页版重新输入 Gateway Token 登录。不过要注意，新版本不一定比旧版稳定。如果更新之后发现有问题，可以把版本号改回原来的，建议先确认社群有没有回报问题，再决定要不要更新。这里可以设定运算资源。如果觉得龙虾反应比较慢，试着把资源拉高一点。最下面是删除服务的按钮。删除后无法复原，所有资料都会消失。用龙虾之前提醒几件事：银行账号、密码这些不要传给龙虾。装技能前看一下安全扫描，来路不明的不要装。定期留意新版本。然后 AI 回的东西不一定正确，重要的是自己再确认一次。聊几个常见问题。每月花多少？伺服器$24，加起来 GPT $20，大概台币1400多。不会写程式能用吗？可以，整个过程都不用写程式。可以换别的 AI 吗？可以，但每家服务的使用条款不同，换之前先看一下。跟 ChatGPT 差在哪？龙虾能动手做事，不只是聊天。不想用了就到 Sabre 删除服务。如果设定完之后收到 Light Channel Access Token Not Configured 这个讯息，可以直接跟龙虾说帮我补上 Plugin Logline， 然后把影片描述栏里的设定范本贴给他，龙虾会自己处理。如果你想进一步探索龙虾的能力，可以考虑搭配更高阶的 AI 订阅方案，像是 Claude 或其他供应商的$200方案，看看它能做到什么程度。很多人觉得 AI 订阅很贵，但如果拿来跟请一个正职员工比较 ，AI 的成本其实低得多。它几乎可以随时待命，知识面也更广，而且你越深入使用，省下的时间和创造的价值反而越多。当然 ，AI 目前还有很多做不到的事，但只有开始探索，你才会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。建议在系统性的学习 AI 的使用方式之后，搭配好的订阅方案，给龙虾配上好的模型，让它成为你真正的工作伙伴。恭喜你，全部完成了。从零开始到现在，龙虾已经住进你的赖里了。多跟他聊聊，他会越来越懂你。谢谢你看完这支影片，觉得有帮助的话，分享给想试试的朋友。如果在使用过程中踩过什么坑，或是找到了解决方法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
帮助其他人少走弯路。教学内容如果有任何错误，也欢迎指正。